你好，我是环佩叮当，欢迎一同走入今天的共读时光。今天继续为大家朗读林清玄的散文，题目是《怀君与怀珠》。在清冷的秋天夜里，我穿过山中的麻竹林，偶尔抬头看见了金黄色的星星，一首韦应物的短诗突然从我的心头流过。怀君属秋夜，散步咏凉天。空山松子落，幽人应未眠。我很为这瞬间浮起的诗句而感到一丝震动，因为我到竹林并不是为了散步，而是到一间寺院的后山游玩。不觉间天色就晚了，秋天的夜有时来得出奇的早。我就赶着回家的路，步履是有点匆忙的，并且四周也没有幽静到能听见松子的落声，根本是没有一株松树的，耳朵里所听见的是秋风飒飒的竹叶。夜里有风的竹林还不断发出咿咿歪歪的声音。为什么这一首诗会这样自然地从心田里生了出来？也许是我走得太急切了，心境突然陷于空茫，少年时期特别钟爱的诗就映出来了。我想起了上一次这首诗流出心田的时空，那是前年秋天，我到金门去，夜里住在招待所里，庭院外种了许多松树。金门的松树到秋冬之际会结出许多硕大的松子。那一天，我洗了热乎乎的澡，正坐在窗前擦拭湿了的发，忽然听见院子里传来哗哗啵啵的声音。我披衣走到庭中，发现原来是松子落在泥地的声音。呀，原来松子落下的声音是如此的巨大，我心里轻轻地惊叹着。捡起了松子捧在手上，韦应物的诗就跑出来了。于是我真的在院子里独自散步，虽然不在空山，却想起了从前的远方的朋友。那些朋友有许多已经多年不见了，有一些也失去了消息，可是在那一刻仿佛全在时光里汇聚，一张张脸孔清晰而明亮。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平凡的，几乎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，但是在静夜里想到曾经一起成长的朋友，却觉得生活是可歌可泣的。我们在人生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感觉到自己的成长，其实是一种老去。会发现每一个阶段都拥有了不同的朋友，友谊虽不至于散失，聚散却因因缘流转，常常转到我们一回首感到惊心的地步。比较可悲的是，那些特别相知的朋友往往远在天际，泛泛之交却近在眼前。因此生活里经常令我们陷入一种人生寂寥的境地。会者必离，当门相送，真能令人感受到朋友的可贵。朋友不在身边的时候，感觉到能相与共话的只有手里的松子，或者只有林中正在落下的松子。在金门散步的秋夜，我还想到菜根谭里的几句话：风来疏竹，风过而竹不留声；雁渡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，事去而心随空。朋友的相聚，情侣的和合，有时心境正是如此。好像风吹过了竹林，互相有了声音的震颤，又仿佛雁飞过静止的潭面，
互相有了影子的照应。但是当风吹过，雁飞离，声音与影子并不会留下来。可惜我们做不到那么清明一如君子，可以事来而心始现，事去而心随空，却留下了满怀的惆怅、思念与惘然。平凡人总有平凡人的悲哀，这种悲哀乃是寸缕缠绵，在撕裂的地方、分离的处所留下了丝丝的穗子。不过平凡人也有平凡人的欢喜，这种欢喜是能感受到风的声音与雁的影子，在吹过飞离之后，还能记住一些锥心的怀念与无声的誓言。悲哀犹如橄榄，甘甜后总有涩味，欢喜则如梅子，心酸里总有回味。那远去的记忆是自己，现在面对的还是自己，将来不得不生活的也是自己。为什么在自己里还有另一个自己呢？站在时空之流的我，是白马还是芦花？是银碗或者是雪呢？我感觉怀念生活的人，有时像白马走入了芦花的林子，是白茫茫的一片；有时又像银碗里盛着新落的雪片，里外都晶莹剔透。在想起往事的时候，我常惭愧于做不到佛家的境界，能对镜而心不起。我时常对于逝去的时空有一些残存的爱与留恋，那种心情是很难言说的，就好像我会珍惜不小心碰破口的茶杯，或者留下那些笔尖磨平的钢笔。明知道茶杯与钢笔都已经不能再使用了，也无法追回它们如新的样子，但因为这只茶杯曾在无数的冬夜里带来了清香和温暖，而那支钢笔则陪伴我度过许多思想的险峰，记录了许多过往的历史，所以我不舍得丢弃它们。人也是一样的，对那些曾经有恩于我的人，那些曾经爱过我的人，或者那些曾经在一次偶然会面启发过我的人，甚至那些曾践踏我的情感、背弃我的友谊的人，我都有一种不忘的本能。有时不免会苦痛地想，把这一切都忘得干净吧，让我每天都有全新的自己。可是又觉得人生的一切如果都被我们忘却，包括一切的忧欢，那么生活里还有什么情趣呢？我就不断地在这种自省之中超越出来，又沦陷进去，好像在野地无人的草原放着风筝，风筝以竹骨隔成两半，一半写着生命的喜乐，一半写着生活的忧恼，手里拉着丝线，飞高则一起飞高，飘落就同时飘落。拉着线的手时松时紧，虽然渐去渐远，牵挂还是在手里，但在深处里的疼痛却不是那些生命中一站一站的欢喜或悲愁，而是感觉在举世滔滔中真正懂得情感、知道无私的付出的人是越来越少见了。我走在竹林里，听见飒飒的风声，心里却浮起空山松子落，幽人应未眠的句子，正是这样的心情。我鹦鹉寄给朋友的这首诗，我感受最深的是怀君与幽人两词。怀君不只是思念，而有一种稚滋怀秀的情致，是温暖、明朗、平静的。当我们想起一位朋友，能感到犹如怀秀般贴心，这才是怀君。而幽人呢，
是清雅、温和、细腻的人，这样的朋友一生里遇不见几个，所以特别能令人在秋夜里动容。朋友的情谊是难以表明的，它在某些质地上比男女的爱情还要细致。若说爱情是彩陶，朋友则是白瓷。在黑暗中，白瓷能现出它那精明的颜色，而在有光的时候，白瓷则有玉的温润，还有水晶的光泽。君不见在古董市场里，那些没有瑕疵的白瓷是多么名贵呀！当然，朋友总有人的缺点。我的哲学是，如果要交这个朋友，就要包容他一切的缺点，这样才不会互相折磨，相互受伤。包容朋友，就如贝壳包容怀里的珍珠一样。珍珠虽然宝贵而明亮，但它是有可能使贝壳受伤的。贝壳要不受伤，只有2个法子：一是把珍珠磨圆，呈现出其最温润光芒的一面；一是使自己的血肉更柔软，才能包容那怀里外来的珍珠。前者是帮助朋友，使他成为优人；后者是打开心胸，使自己常能怀君。我们在混乱的世界希望能活得有味，并不在于能断除一切或善或恶的因缘，而要学习怀珠的贝壳，要有足够广大的胸怀来包容，还要有足够柔软的风格来承受。但愿我们的父母、夫妻、儿女、伴侣、朋友都成为我们怀中的明珠，甚至那些曾经见过一面的、偶尔擦身而过的、有缘无缘的人，都成为我怀中的明珠，在白日，在黑夜，都能散放互相映照的光芒。我是环佩叮当，感谢您一同度过今天的共读时光，咱们下期继续。